2025年3月28日的台北总统府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场景，两位大陆籍配偶小薇和恩启头绑白布，手举黑字白底的布条，上面写着还我母亲权。他们站在凯达格兰大道旁，一脸焦急和无奈。这两个看似平凡的妈妈竟成为近期两岸舆论风暴的中心。为了不被迫离开在台湾的家庭，他们选择走上街头，在总统府前陈情抗议。这场抗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连串风波的高潮。事情的导火索要追溯到不久前，一名网名叫亚亚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在社群平台上发表武统台湾等极端言论，被台湾移民署认定危害国家安全。3月中旬，移民署废止了他的依亲居留资格，限令其在10天内离境。亚亚最终在3月25日晚间搭机返回中国，但此事引发的讨论尚未平息。紧接着，移民署又发现另外2名陆配也发布过类似言论。小薇曾夸口台湾迟早满地5星红旗，恩启则称赞解放军军演展现强大军事实力，并宣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言论被视为公然宣扬侵略主张。于是3月21日，移民署同样取消了小薇和恩启的居留许可，要求他们在3月31日前离开台湾，并规定5年内不得再申请依亲居留。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这几位陆配在台湾长期生活，有的嫁来10多年，子女也都在台湾出生长大。如今因为网上几段影片，就要被迫与家庭分离，甚至背上共谍的骂名，令人唏嘘。3月28日下午，小薇与恩启在各自丈夫的陪同下站到了总统府前，希望亲手递交陈情书，向总统诉说他们的不甘与委屈。虽然陈情过程在警方柔性劝导下和平结束，但2位陆配母亲绝望而无奈的神情，已经为社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理解了基本背景，我们再来看此次事件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两岸剑拔弩张的政治氛围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最近几年，台海关系日趋紧张，北京方面不断强化对台军事施压和舆论统战，而台湾社会则高度警戒，防范所谓认知作战和内部渗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生活在台湾的大陆人难免感到如履薄冰。一方面是故乡那边的媒体和亲友不断灌输祖国强大、终将统一等信息，另一方面是身边的台湾社会普遍对中共心存戒备甚至反感。陆配恰恰站在这2种信息洪流的交汇点上，小薇和恩启的经历就是典型例子。事后据他们的丈夫透露，小薇和恩启其实并非真心想当什么统战斗士，他们当初在抖音等平台上发表那些嚣张言论，更多是为了涨粉带货，讨好大陆网友。换句话说，他们被庞大的大陆网络流量和商机所诱惑，选择迎合部分大陆网友的口味。在自媒体时代，博眼球的秘诀之一就是走极端，惹争议。对于大陆的社群平台来说，高喊爱国口号，嘲讽台湾软弱，往往更容易获得点赞和打赏。小薇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抖音上营造出身在台湾仍心向祖国的人设，夸张的叫嚣为了爱国被赶出台湾我也开心，牺牲值得，只为换取更多关注和订单。据称，他平时在直播中推销的都是台湾特产，如阿里山茶、关庙面、酱油等等。如果爱国喊得响亮，卖几包面，他也就不惜卖力去喊。然而，小薇们忘了，互联网是没有围墙的。在台湾这边，人们同样看得到他们在抖音上的言行。一句台湾迟早满街飘5星旗，传到台湾人耳里，无异于公开叫嚣要吞并台湾。在两岸敌对的氛围下，这种话被视为赤裸裸的敌意。当这些影片被网友举报并转传到台湾社群媒体上时，立刻引发轩然大波。身在台湾的小薇和恩启瞬间从对岸同温层里的爱国红人变成脚下土地上的全民公敌。跨境言论的双面效应让他们一时间没意识到自己早已踩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压线。从个人层面看，小薇和恩启也许并非存心要当坏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小薇嫁来台湾12年，育有3个孩子，恩启据悉也为人母。平日里，他们可能和普通妈妈别无二致，接送孩子上学、逛市场买菜、
料理家务，在邻里眼中一直是贤妻良母的形象。但正因为网络世界中的一时糊涂或贪念，他们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举动。他们在大陆社群上发表迎合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这种人在台湾，嘴在统战的行为，无异于玩火。在当下两岸对立日趋激烈的氛围中，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公然支持对岸武力犯台，几乎注定会招致台湾社会极大的愤怒和反弹，无论他这么做的动机是牟利还是真心。最终，小薇、恩启亲身验证了这个道理。当两岸政治的高压电流通过网络触及个人，便足以瞬间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击得粉碎。可以说，他们既是两岸对抗氛围的参与者，也是这种氛围的受害者。之所以说他们是参与者，是因为他们一度主动充当了极端言论的发声者，而称其为受害者，则是因为大环境的敌意最终也反噬到了他们自己身上，撕裂了他们的家庭。除了社会舆论的交锋，本次事件也引发了关于移民法规与人权保障的讨论。一方面，台湾现行法律赋予政府相当的裁量权来应对此类情况。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移民署有权取消危害国家安全的大陆配偶的居留许可，对亚亚、小薇、恩启的限期出境处分就是在这一法律框架下执行的。在政府看来，这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必要手段。行政院长甚至强硬表态，武统是暴力行为，主张武统的人就请他离开。陆委会主委也直言，鼓吹战争、武力统一台湾已不属于言论自由，没有中华民国哪来的言论自由？言下之意，如果任由这种言论蔓延，国家主权都可能不保，更谈不上保障什么个人自由。多数台湾民众对政府的强硬作为表示支持，许多网友拍手叫好，认为这些陆配被撤销资格、限期驱逐是咎由自取，毫不冤枉。有人愤怒地说，取得居留却不安分，叫你滚是正常国家都会做的事。也有人嘲讽，别浪费台湾资源在这些舔共人身上，早点走不送。整体来看，不少舆论认为这就是在捍卫国家尊严和社会安定，对这样的言论零容忍才是正确态度。然而，也有一些人从法律程序和人权角度提出质疑。法律界人士认为，这几位陆配的言论固然极端不当，但台湾目前并无明文法律将鼓吹战争列为犯罪，仅靠行政机关认定就剥夺居留，恐有扩大解释之嫌。他们强调，即使这些言论令人厌恶，只要未直接煽动或实施暴力，就应当属于言论自由所保护的范围。此外，人权团体也对家庭层面的影响深感忧虑。毕竟这些陆配在台湾都有年幼的子女，驱逐母亲将导致家庭破裂，孩子要承受骨肉分离之痛。从人道立场出发，他们呼吁政府审慎考虑执行方式，尽量减少对无辜家庭成员的伤害。在社群媒体时代，此类事件注定引爆网上的论战。果然，从亚亚事件发酵以来，台湾网络上出现了两极化的舆论反应，一边是群情激愤、拍手称快的声音，他们对这些陆配毫无同情，言辞激烈地谴责他们。有网友怒骂，滚回去，台湾收留你们，你们竟然还在那里喊打喊杀。甚至有人直言不讳，这种人渣留在台湾就是个祸害，赶紧滚，不送。在这些人看来，陆配发表亲共言论就是背叛，驱逐他们再正常不过。社群平台上一片叫好声，不少人觉得政府这次总算硬起来，替广大台湾人出了口恶气。另一边也有少数声音表达不同看法，他们关注的是事件牵涉的言论自由与人道议题。有人替孩子着想，别忘了他们的孩子也是台湾人，真的要让孩子跟妈妈天各一方吗？也有人质疑，台湾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吗？难道我们容不下哪怕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些网友并非认同那些极端言论，而是担心台湾因此走上言论审查的道路，或者认为应该以更高的价值标准展现自信，而不是用类似的方法去对待异己。这场舆论风暴的激烈还体现在支持和反对阵营各自延伸出的行动上。比如，知名新住民团体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就公开替雅雅等人发声，陪同他召开记者会，为其争取继续留台的机会。该协会甚至举出乞丐赶庙公的标语，比喻陆配遭受的不公待遇，
然而此举适得其反，不少网友痛斥这个比喻大错特错，谁是庙公，台湾才是自己的庙。结果协会的社群账号被愤怒留言灌爆，支持陆配的声音遭到猛烈抨击。与此同时，另一些立场强硬的民间团体则要求政府更严格对待陆配。例如，某些反共团体就呼吁将陆配取得身份证的年限由6年改回8年，并加强背景审查。这种矫枉过正的提议也在网上引发争议，有人叫好应该严格筛选陆配，也有人忧虑这样会伤及无辜，制造仇恨。总之，网络空间里支持驱逐和主张宽容的两派针锋相对，进一步反映出台湾社会在这个议题上的明显分歧。回顾整个事件，它带给我们的启示相当复杂而深刻。两位陆配妈妈站在总统府前举布条的画面，折射出家庭、人权、法律、政治在这一刻交织的张力。在国家立场与个人权利之间，在安全考量与人道原则之间，我们看到了冲突，也看到了寻求平衡的迫切需要。毫无疑问，对于公然鼓吹侵略台湾的言行，台湾社会不可能等闲视之。对亚亚、小薇、恩启的处置，既是民意的反映，也是法治的体现。一个国家有权防卫自身安全，人民也有理由排斥潜在威胁者。然而，我们也必须谨记，法律之剑所指向的应是不当的行为本身，而非特定族群的身份。不能因为几个陆配犯错，就让所有陆配蒙尘，更不能因为有人舔共，就假定每个大陆配偶都不怀好意。绝大多数陆配是遵纪守法、勤恳过日子的好邻居、好家人。与其视他们为外人，不如真心接纳他们为自己人，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这片土地欢迎他们的融入，并会保障他们应有的权益。对于政府而言，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也应多倾听陆配群体的声音，完善相关法律程序，确保处分有据、过程透明，才能令各界信服。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也需要避免以偏概全的仇视，用更理性的态度看待个案与群体的区别。那些效忠台湾、努力融入的陆配值得肯定和尊重，而对极少数出格者的批评和处罚也应当拿捏分寸，依法而为。两岸关系的紧绷短期内或许难以化解，但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在民间层面维系基本的人情温度，不让政治仇恨烧毁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是成熟社会的表现。希望未来谈起陆配议题时，少一些敌意标签，多一些彼此理解。唯有如此，这些远嫁来台的女性才能真正安居乐业，不必始终活在猜忌与恐惧之中，而台湾社会也才能彰显出应有的包容与自信。毕竟，我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应有力量超越偏见与仇恨，让每一个愿意拥抱这片土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